今天是2024年的2月4号，周日，距离农历新年还有5天。那在昨天，我与老公通过骑行朱家尖的方式，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。虽然会很累，但是完成我想要去博物馆的这个目标后啊，多巴胺的疯狂分泌还是令我无比的开心。即便晚上返程的时候，因为自行车不小心脱把，导致我意外摔倒在地，右膝盖摔了个轻伤，但不消片刻后，脸上还是重新浮现出笑容来。不错哦。第二天和老公起了个大早，8点就赶上公交，离开朱家尖，前往舟山的老城区去吃早点了。过大桥这边吃饭要比朱家尖上便宜30%到20%左右。找到了一个小巷子里，然后就在这个门头这里，对吧？对，就在这儿。哦，这边旁边。张阿三馄饨。张阿三馄饨。我们特意来到一家开在弄堂里的老店，店里很细心地张贴了每种数量所应对的价格，和老公一人点了一碗16块的小馄饨。是不是真的有24只呢？我们倒是没数。刚出锅的小馄饨需要自己端着上桌，我猴急地浅尝了一口，真是烫嘴啊！一定要耐心吹凉才能够下口。这舟山的小馄饨吃下去只觉得皮薄如纸，汤底呢就是很简单的酱油味，加了猪油，上面飘着小葱，说不上多好吃吧，只有一种令人熟悉的家常味。吃完馄饨，不料天空又开始下雨了，我们的水也正好喝完，打着伞慢慢地走到老城区的一家超市，名叫群润购物中心，入口就在馄饨店旁边，特别方便。进去后呢，直奔鲜奶区啊，看了一下价格，950毫升的伊利鲜牛奶是12块9，1.5升的是19块9，只有这2种鲜奶，所以说就不买了。最后逛了一下，买了2瓶矿泉水，补充完毕，正式前往今天的第一个景点青龙山公园。青龙山是舟山历史的发源地之一，早在几百年前，渔民们就发现了这块宝地，逐步迁入这里。今天爬的第2座山，青龙山，不过应该也没有多高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那儿就有个亭子了。哇，这小泰迪穿着羽绒服，面壁思过。我们终于爬到这个青龙山的公园顶了，但没想到这上面是一个气象局，完了以后还一直在播报广播要让我们走。警戒区域，赶快离开。定海侧侯所旧址。小山头呢也不大，步行只要20分钟就能够到山顶了。此时雨点也开始渐渐变小，我们站在高处，自上而下的去眺望这座老舟山小镇，透过面前的枝桠，这片风景呢就是沈家门渔港了。中国最大的渔港，曾经还是世界3大渔港之一。现在很多渔船因休渔期间而停靠在岸边，一排排的渔船与朱家尖粤澳村码头的景色真是如出一辙。中午11点20分，我们继续乘坐公交前往第2个景点，位于定海新城的舟山博物馆，国家1级博物馆。它的对面就是市政府。我们看到这四周啊颇具设计感的新式建筑群体，它呢是与老城区截然不同的一面。来到这里啊，感觉很像来到了上海的浦东新区。博物馆实际只在一栋楼里，旁边连在一起的建筑分别是舟山文化馆和舟山城市展示馆。大家去的时候啊，可以一起逛，预留时间呢在2小时，无需预约，刷身份证即可进去博物馆。参观的地方有3层楼，分别是1到3楼的常设展厅，其中1楼和3楼会多一个特展厅，里面呢会不定时开放与其他博物馆联名的临时展品。咱们从1楼开始逛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巨大的海洋生物标本展示柜，除了鱼类，还有陆地上的小动物标本。这有个小长鱼，奇怪，
他们泡在福尔马林里啊，近距离给你科普一下平常你吃的海鲜是怎么组成的。那常设的展厅逛完之后，接着到旁边的临时展厅逛一下。这次遇上的活动展名叫大观海防，宋代舟山的海防专题展。我觉得这个舟山博物馆太好逛了。现在逛到1楼，随便扫了一眼，这个展里的藏品啊不是很多。我比较感兴趣的呢，就是它有一个限定的套色章。直奔盖章点啊，拿出我的小本本就开始盖章。之后坐上电梯去3楼的舟山历史陈列馆。这一层呢，主要讲述舟山从古到今的老历史与旧时物品的展览。我们逛累了，还可以在展览出口附近有一处休息地，可以坐在这里，屏幕上会播放一些电影片段，介绍不肯去观音的由来，以及跨海大桥建成的原因。出口附近呢，就是3楼的多功能展厅了，里面呢现在正在展出一个古代铜镜展，和一个海螺贝壳展。挺有趣的2个小展厅，里面放的展品也挺多的，对于小众爱好者来说啊，还是值得一逛的。最后呢，去到2楼的舟山民俗陈列馆，看一下，里面全部都是实体布景，给观众啊直观复原旧时舟山的风土人情、习俗画面和农民作业时的场景，比较适合拍照打卡留念。那整个博物馆逛下来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出乎意料的大，设计与装修啊，完全与上海的大型博物馆没有任何区别。真是没想到舟山岛上居然有一个如此专业的博物馆。下午1点，我们准备前往离博物馆18公里远的鸭蛋山码头。那在这个码头呢，坐轮渡就可以直达宁波，大船会开45分钟左右，而且每天就4班轮船。于是啊，我们早早的就赶上准点出发的公交车。结果没想到舟山的公交车师傅们都开得好快呀，手机上面显示80分钟的车程，结果45分钟就开到了。于是我们提前1个小时就抵达码头。这海水还是很黄的。一边在下，这边是下的，我们这边上。对。现场直接买票，坐轮渡呢，1人收费18元，算上来这趟船真是又便宜又方便。在里面呢就有暖气可以吹，在外面也可以坐着，但是呢光不淋雨的。哎呀，我要看风景，我要坐着。话说这还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坐那么大的轮船，大船呢体感很稳。舱内禁烟，只飘着淡淡烤肠的香味。我单方面宣布啊，这就是最便宜的豪华游轮。白凤码头站到喽，顺利抵达。不过到宁波以后，距离我们订的民宿啊，还要开1个小时的公交车与1个小时左右的地铁。而且来到宁波市区啊，发现它这里居然还在下大暴雨，又和老公赶紧把雨衣披上，折腾了半天，终于在晚上6点左右啊，吃上了今天的第2顿热饭。选择了一家宁波老店，做厦门菜的，点了招牌菜海蛎煎蛋、特色炸五香、沙茶面，一共花了74元，随便吃一下。接着呢，冒雨前往民宿，收拾一下，再洗个澡，我们就准备睡觉啦，补充一下体力，明天再继续我们的最后一天。未完待续。